這才是真正讓人羨慕的生活。男人為了帶新婚妻子環遊世界，花光積蓄盤下一艘擱淺的雙體帆船，並親自動手用2年時間翻新改造，讓這艘戰損版的破船重獲新生，載着他們遨遊碧海藍天。1年1度的格林納達帆船展如期而至，沃拉斯和薩莎自然不能缺席。為了能獲取更多的改造靈感，他們穿梭於船展熙攘的人潮中。在這裡，他們能接觸到最新的航海科技以及各種超前的設計理念。可以說，只要馬內到位，什麼需求都能安排。和往年一樣，展會的最後一晚，帆船愛好者們匯聚在酒吧狂歡，水手們舉杯暢飲，分享驚濤駭浪中的生死時刻與靜謐月夜下的私語。狂歡結束之後，大家又各自回到海上漂泊，以海為圖，以風為信，以船為家。或許這便是航海人的浪漫。雙體帆船分為左右2個船艙，中間由堅固甲板連接。他們計劃將左艙作為自己的生活起居空間，右艙則改造成客艙和工作室，後續可以招募志同道合的航海夥伴共同記錄旅途。因此，艙內的布局就必須大刀闊斧的改造。他們很快便制定出了初步改造方案。在對船體改造的同時，還需要注意重量的分配，避免船體因重心偏移而失衡。那麼接下來的首要任務便是拆除船艙內的所有隔板。經過一頓瘋狂拆解，船艙內的木板幾乎都被清空。不僅如此，在不影響結構安全的前提下，他們還要切割部分玻璃纖維牆體。為了防止切割過程中纖維粉塵彌漫，他們先用塑料膜將整個作業區嚴密包裹，再穿上嚴密的防護服，防止細微顆粒侵入呼吸道。經過拆除之後，船艙空间变得寬敞很多。甲板上有一個巨大的隔間，前任船主在這裡安裝了一個發電機。後續沃拉斯計劃在船上安裝太陽能板，因此這個沉重的大家伙便需要移除。之前一直沒拆是因為需要用到起重機，當時船廠內密密麻麻停滿了船。隨着航海季的到來，船場上的帆船幾乎都已揚帆遠航，終於給起重機騰出了作業空間。經過簡單的檢查發現，雖然帆船遭受海水浸泡，但是這台發電機竟然沒有進水，那麼只需簡單修復一下便能重新啟動。賣掉之後還能為後續改造回一點血。現在的船體主要是由2側的千斤頂支撐着，以至於中間懸空的船體往下凹陷。之前測量地板存在誤差就是因為這個原因，倘若不及時校正，後續裝上桅杆並拉緊鎖具時，船體的變形會更加嚴重。因此他們需要在船體下方加裝臨時支撐架，精準調平龍骨與甲板基準線。正好現在船廠空出了很多位置，於是他們將船移動到船廠最裡的角落，那裡遠離主幹道，不會對他人造成干擾，並且還能在旁邊租個倉庫，用於存放工具、備件和拆下的船用設備。在開始搭建支撐架前，他們首先用鉛墜精準地在地上標記出位置，而後搖來打樁機在地上鑽孔。完事後便可以直接將放木立柱插入基坑中，再用混凝土澆筑固定。待混凝土完全凝固之後，再将船體穩穩落於新支撐架上。之後就可以通過調整底部支架上的螺栓，來微調船體姿態，使船體達到完全水平，讓甲板基準線恢復原設計弧度。有了集裝箱倉庫，之前制作的工作台便失去價值。現在他們要重新在集裝箱內搭建出新的工作台和置物架，這對於他們而言不過是輕車熟路。重新把工具分類安置好之後，帆船的改造正式进入核心階段。首先就是要對船體進行一次大清洗。窗戶上的貼膜經過多年日曬雨淋已嚴重老化發黃，於是他們拿來熱風槍，一邊加熱一邊小心剝離。這項工作雖不複雜，卻極其講究耐心與細緻。兩側船艙底部都設置了逃生窗，
平時可以通過逃生窗欣賞海底景色，如果遇險時則能迅速敲碎作為緊急出口。但也有發生過逃生窗破裂导致船體沉没的事故，因此是否還要保留逃生窗，成為了一個必須審慎權衡的安全命題。在做出決定之前，他們对玻璃的牆體進行了粗暴的抗衝擊測試。鋼化玻璃最終還是敗在了鐵錘手下，儘管玻璃已經破碎，但想要從裡面強行破開還是費了很大的周折。那麼是否還需要保留這個逃生窗的答案也就顯而易見了。